为什么新加坡教育始终全球领先？根据国际数据公布，新加坡在 OECD 最新更新的教育数据库里，依然稳在全球最顶尖的位置。数学575分，阅读543分，科学561分，全部远高于 OECD 平均水平。而且 OECD 特别点了一句话：新加坡属于极少数能长期保持世界领先，同时整体成绩还在持续改善的教育体系之一。新加坡从2009年首次参加 PISA 到现在，3个科目的成绩都在往上走，这放在全球范围内都不多见。而这个数据背后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细节：新加坡并不是靠少数精英把平均分拉上去的，而是整体底盘扎实的同时，顶部还能出成绩。今天这篇就来聊聊这套体系到底做对了什么。在新加坡，教育从来不是一个抽象话题，孩子读哪所小学，通勤多久，要不要补习，能进什么中学，后面走 JC、Poly 还是 ITE，其实这些都是在问同一个问题上：孩子长大以后能不能在未来的社会里站稳？因为在新加坡，教育和阶层流动的关系非常直接。你住什么区，能不能兼顾房贷和学区，家里有没有余力长期补习，父母自己的工作时间、职业稳定度，都会一点点变成孩子教育路径的一部分。教育不只是学校的事，它会一路迁到住房、财务、职业安全感，甚至家庭关系。过去分流制度争议一直很大，原因也不复杂。它确实提高了系统效率，但它也让很多家长担心，12岁的一次考试会不会太早决定一个孩子的自信、资源和未来圈层？因为孩子一旦被放进某条轨道，后面接触到的课程、同伴、老师都会开始不一样。也正因为这种焦虑是真实存在的，所以新加坡教育真正值得看的，从来不只是成绩高，而是它怎么在竞争力和公平感之间做调整。SBB 改革重要就在这里，国家没有放弃筛选，也没有假装每个孩子都完全一样，而是在尝试把按能力教学和不要太早贴标签放进同一套制度里。这个背景一定要先看懂，因为它解释了新加坡教育的领先不是一时高分，而是一种长期治理能力。我们再来看数据 ，PISA 2022里，新加坡数学平均分是575分，OECD 平均是472分，阅读和科学也都在最前列。这个差距不是稍微领先，而是明显拉开。更关键的是，高分段，也就是数学5到6级的学生占比，新加坡达到41%，OECD 平均只有9%。这组数字很值得家长停一下，因为大多数国家要么平均分不错，但顶尖学生不够多，要么能培养出少数非常拔尖的孩子，但整体水平不稳。新加坡少见的地方是，它两件事都做到了。它不是只把资源堆在少数名校，也不是只追求大家都及格，而是让相当大比例的学生进入高能力区间。对一个国家来说，这代表它的人才库不是靠少数天才撑着，而是有厚度的。至于为什么新加坡做得到，第一，课程要求非常清楚，每个阶段该掌握什么能力，定义得很明确。第二，教师执行力强，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把课程标准稳定地落到每一间教室。第三，评估体系相对一致，学校知道目标，老师知道节奏，家长也更容易看见差距。第四，双语环境虽然辛苦，但它确实让孩子更早进入高要求的语言和认知训练。第五，教育文化长期重视基础能力，尤其是数学、阅读理解、科学推理，这些能力不是靠几个月冲刺就能补出来的。这里要提醒家长一个常见误判，不要把新加坡高分简单理解成补习很多。补习当然存在，而且规模不小，但补习能放大的，通常是系统已经建立起来的能力。如果学校课程、教师质量本身不稳，单靠补习很难把一个国家整体推到这种水平。换句话说，新加坡教育的领先，首先是制度产物，其次才是家庭投入的放大。再往深一层看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国家会如此重视教育。新加坡没有天然资源，最可靠的资产就是人。国际成绩不是为了面子，
而是反映出年轻一代未来有没有能力进入更高复杂度的经济体系。最后，我们要看一个很多家长容易忽略的事情：教育的回报率。新加坡并不是靠无限制砸钱把成绩硬堆上去的。从长期公开财政数据看，教育支出占 GDP 大致在 2.5% 到 3% 这个区间，不算低，但也绝不是全球最夸张的水平。那为什么它能长期维持高产出呢？因为它追求的不是多花钱，而是把钱花在能稳定出结果的地方，比如教师队伍的选拔和培养，比如课程标准和考试评价的连贯性，比如学校执行层面的稳定度，比如升学路径的清晰设计。更关键的是，新加坡教育不是只盯学校阶段，而是把教育和国家用人体系接起来。教育不是到大学毕业就结束，也不是只有一张文凭才算成功。国家真正需要的是能持续更新技能的人。对家长来说，这个观念很重要。今天你看孩子的教育，不应该只看能不能进哪所学校，还要看这套体系能不能让他在10年、20年后继续适应产业变化。这也是为什么大学在职培训、技能证书在新加坡不是互相割裂的。这个思路让新加坡和一些同样高分的国家拉开了差别。比如韩国，它同样是东亚高分体系，但课外补习负担和家庭焦虑长期偏高，说明如果国家无法有效管理竞争外溢，最后教育会把家庭拖进非常沉重的成本结构。新加坡的特别之处在于，它并不是没有竞争，而是国家始终把竞争控制在制度框架内，不让它完全失控。当然，这套系统也不能被神化。第一，压力并没有消失，只是表达方式变得更精细。第二，机会均等也不是一句口号就能实现，家庭背景、居住环境、父母教育水平仍然会影响孩子路径。第三，PISA 2022中，新加坡在阅读上仍有明显性别差距，女生表现高于男生，即便是顶尖体系，也有长期难题。所以，真正可靠的教育不是没有问题，而是遇到问题时，系统有能力纠偏。现在，关于为什么新加坡教育始终全球领先这个问题，答案其实已经很清楚了。它不是靠一句重视教育赢的，也不是靠把孩子逼到极限赢的。它真正的优势是把高标准、强执行、制度纠偏和长期人才规划放进了同一套系统里。对家长来说，最值得带走的不是复制表面的高压，也不是盲目跟着焦虑跑，而是换一个判断标准。第一，看孩子有没有扎实的基础能力；第二，看这条路径有没有继续往上走的空间；第三，看教育最终能不能转化成成年后的适应力和选择权。如果一套教育只能制造短期分数，却不能保留长期成长，那它再亮眼也不稳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，欢迎订阅频道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最想继续深挖新加坡教育的哪一题？我们下一期继续把复杂问题讲清楚，